初冬的昆明虽天气晴朗，但已寒气逼人，许多人都穿上了厚衣服。军营中也有些人穿上了棉军大衣。昆明军区大院内除了办公楼外，只有军区领导和少数干部住在其中。夜间除有哨兵活动外，院内显得格外清静。1970年12月17日凌晨5时，军区大院内32号楼谭辅仁将军的住宅突然响起了枪声。谭辅仁将军和夫人王礼言被枪杀，一起震惊全国杀害党政高级干部的恶性案件发生了。当有关人员获悉电话后，立即报告了军区领导、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周兴、军区副政委蔡顺礼、分管保卫工作原总政部保卫部部长、军区副司令员刘春山分管作战工作、军区副参谋长赵润博和昆明警备区司令员郭兴等领导同志立即赶到现场，一方面将谭辅仁夫妇送到军区总医院抢救，一方面向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军委总参报告，并形成了专案组，开始了案件的侦破工作。周兴等领导同志在现场初步了解情况后，迅速组织人员将谭辅仁夫妇紧急送到昆明军区总医院。医院院长、政委马上组织了最强的医务人员进行抢救。下午，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教授也由北京赶来参加抢救工作。下午4时，两人因伤势过重已确认死亡，实际上在现场就已死亡，停止抢救，遗体被安放在医院病房内。现场是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场所。专案组首先组织了军区保卫部和云南省公安厅有关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32号楼是谭辅仁的住宅，位于军区大院中心。早年在昆明市郊有几栋别墅，据说是外国人住的，建筑别致讲究。案发当天，军区保卫部和云南省公安厅派人勘察了现场。现场从发案起进行了封闭的保护，派有2名干部驻守，直至7年后写出结案报告之前才得到解除封闭。这么长时间的保存封闭现场，在世界破案史上也是罕见的。行凶现场是王礼言的卧室及后院厨房门前。凶手首先进入王礼言的卧室，王发现后随即奔向卫生间，意图是想阻挡凶手从卫生间去谭辅仁的卧室。此时凶手打了3枪，后2枪击中王的腹部和头部，王倒下身亡。从现场来看，谭辅仁听到隔壁王室有动静之后，即披衣下楼奔向后院。凶手从楼上追下来，在走廊和后院向谭辅仁打了5枪，头2枪未击中，后3枪击中谭辅仁的腹部、左上臂和头部，谭辅仁倒下身亡。谭王2人最后都是被击中头部要害，而且是贯通伤，实际上都是当场死亡的。行凶现场共提取了8个弹壳、6个弹头。那么凶手是如何进出32号院的呢？前院大铁门外是马路，门口有哨兵，楼西侧有宿舍楼，只有东西两边的院外空地是隐蔽的，所以凶手选择了东墙南头养鱼池处作为进院的地方。从入围墙处发现墙上有摊灯插划的足迹，墙外一个鞋和纸板上留有解放鞋印痕，判断凶手逃跑时仍是走了这条路线，并且根据鞋印推断出凶手的身高、体态特征及鞋的型号。同时在楼窗处发现了一些指纹，均用技术方法显现出来。遗憾的是，当时只提取了一部分，有近100枚指纹是破案指导小组于2年之后提取的。小楼内活着的只有王文银和吴小红2个人。吴小红听到王礼言说：“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其实他没听清楚，枪响后没再敢出屋。王文银听到楼上有动静，以为是谭夫妇吵架。当他出屋内看时，见谭辅仁披着衣服下楼，急忙向后院走去。王问谭发生了什么事，谭答我也不知道。这时候楼上传来枪声，王文银只见楼上下来一个人，将王推开后向后院跑去。当时楼内没有开灯，只借助楼外一些光线，看见下楼人身穿军装，大个子胖胖的，圆圆白白的脸，年约30-40岁，说话声音沙哑，面目看不清楚。警卫员听到室外枪响了，正与保姆偷情，吓得躲在床下。枪响过后，听到没有动静，才跑出来到后院的厕所藏了起来。炊事员也是吓得不敢出屋，什么情况也提供不了。门口的2名哨兵仍在睡觉，当党办同志走到院内时，才将他们叫醒。根本不知道楼内发生了什么情况。32号院共住8个人，除2人被害以外，只有王文银提供了一些情况，
无疑给破案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案发后，除军区大院封锁外，昆明市戒严了全省的车站、机场、重要路口、边境口岸，这些地方都布置查找王文银提供了这么一个模糊印象的军人。众多的线索经过查证后都否定了，虽有线索未经查实，但一时也与案件挂不上钩。在茫茫无路之际，一个名叫马书红的小孩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情况。马书红的父亲马富鹏家住干部区的家属院内，卧室在楼上，厨房在楼下1楼平房内。上小学的马书红就住在厨房的平房中。12月17日拂晓，马小红正在熟睡，打开电灯后，看到一个胖胖的中年干部模样的人站在屋内，问马书红干部区陈汉忠科长家住哪一个房子。马书红领此人到陈汉忠家门口，告知这就是陈汉忠家，然后又回屋睡觉。马书红觉得此人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当时也没在意，也没对家长讲。过了10余天，马书红见到一个叫王东坤的小孩子。马书红听说过王东坤的爸爸有问题，已被隔离审查。这时候突然联想起来，那天拂晓找陈汉忠的人正是王东坤的爸爸王志正，这才对得上号，急忙告诉了调查组。情况汇报到专家组已是12月30日了，专案组十分注意这个线索，找马书红辨认照片，他能清晰地指认出是王志正，因为这个情况和当时正在偷情的保姆提供翻越铁门时间相吻合。王志正体态、年龄、相貌与王文银提供的也大致相同。王志正曾是保安部秘书，保管过枪支，对保密室情况了解，具有盗枪的条件，担任过首长保卫工作，对32号楼院内情况非常熟悉，具有作案条件。王志正被马书红辨认证实和他具有几个作案的条件，所以王志正有非常重大的嫌疑。那么这个王志正到底是何许人呢？王志正原名王志正，河南省黄县人，富农出身。王志正自从在得知审查员得到马书红提示后，情绪紧张，表现异常，但专案组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对王给予及时的处置。12月30日除夕前夜，由干部科副部长谢兴鄂及保卫部何凤敏科长、李伯志科长和公安部派来几个技术干部来到西坝进行调查取证。接近午夜，何、陈、李3人到室内叫王志正起床，到食堂内有事找他。其实在调查组的汽车开到门口时，王注视靠近大门，王即有警觉，感到事情不妙，则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准备。此时何站在屋外，陈、李2人在房间里面，隔桌站在王志正床的对面。突然，王志正伸手从棉被里摸出手枪，向陈、李各打1枪。陈、李猝不及防，一枪击中李的右手，一枪从陈的大衣右袖口射入，从前腹部穿过，只有肚皮上形成擦伤。王夺门而出，向院子的南面狂奔。这时大家都为这个突然情况惊呆了。房屋门口的警卫哨岗追击也没有击中。当王志正跑到南墙厕所处，发现已走投无路，所以开枪自杀，当场毙命。随后提取了王志正的指纹和胶鞋，经过和现场提取的指纹和鞋印检验对比，认定结果一模一样。王的身高、体态、相貌与王文银提供的情况一致，因此确定了王志正就是杀害谭辅仁夫妇的凶手。罪犯找到了，枪支查到了，按理说这个案子可以结案，但凶手自杀了，没有了口供，许多情况还搞不清楚，比如罪犯的杀人动机是什么，作案有无背景或者同伙，枪支是怎么搞到手的，他是如何实施犯罪过程的，以及案件有牵连的一些疑问，这些问题都需要搞清楚，因此这就为案件彻查增加了更大的难度。1971年春节刚过，政治部党委决定将保卫部一锅端，连同军区政治部专案组人员、被审查对象等，通通到军区校办的学习班接受调查。开学的第2天，要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揭发的时候，到早饭时仍不见保卫部长景如林起床，在门口呼叫也无反应。当勤务员站在凳子上，从门上的窗子往里面看时，见景如林用尼龙绳套住自己的脖子，另一端挂在蚊帐上，坐姿下垂。打开房门进入屋内，发现景如林早已自缢身亡。保卫部部长景如林的死又给专案组蒙上了一层阴影。景如林为什么自杀？是否与之前的谭辅林杀害案有关联，成为了一个疑问。谭辅仁案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时候斗争是十分错综复杂而且尖锐的，每个人都在这个大漩涡中工作和生活，尤其是高级干部，更不可避免的要卷入这场大漩涡之中。谭辅仁作为中将一级的将军，曾是四野林彪的部下，又是一省的大军区之首，被杀害后确实震惊了中央。中央和周总理十分重视，要求抓紧破案，并且做了十分具体的指示，其中就有确认此案与林彪反党集团在云南省的活动有无关联，也指出重点要放在军区内部，很有可能是内部人干的，有无同伙和集团。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这类特大案件首先应从政治因素上考虑，但结果是与否均要等到最后用事实来证明。谭辅仁被害后，破案是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案件已经作出结论，专案组已经撤销，至今已相隔20多年。有关案件一些情况也逐渐流传开来，有的报刊杂志披露了这方面的情况。在近几年刊登的文章中，有的与事实情况相近，有些与事实情节有出入，有的认知显得有些偏颇，但有的更离奇，纯属子虚乌有。有的杂志登出文章说谭是被境外特务谋害的，并且有根有据，说得令人扑朔迷离，像一篇侦探小说，连人物的表情、语言都写得有眉有眼。这完全是凭空想象、臆造出来的文章。感谢大家观看我的影片，我是阿特。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以及订阅。我们下期再见。